岩土工程的岩土两个字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大数据的建立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目前的勘察资料分布不均匀，相比之下，这是风险大，风险大。这个浮力是怎么产生的？林教授，去年我也来过这里，一晃又是1年了。是啊，感谢你多次来指导莅临。其实我是每次来也是带着学习的态度来。你客气了。这一次的话，我想呢，也确实有一些问题啊，我想请教。因为你长期在大湾区从事岩土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在大湾区当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一些工程事故和困难，是吧？我今天导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你接触当中的遇到的困难和一些工程事故的这些案例当中，他们的背后有没有一些共性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共性的原因，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克服它？那我个人呢，在大湾区呢，这个应该工作也有30来年了。根据我在大湾区这么多年的这个勘察、设计、施工、检测、工程管理，我就觉得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搞工程呢，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大湾区有那么多工程啊，也出了不少事故，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呢，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搞岩土工程离不开岩土和当中的水的这3项的不同成分的一个互相的交融。也就是对岩土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对它的强度、变形、性质的一些改变，这是作为我们岩土工程的岩土两个字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就是要把这个岩土工程地质情况彻底，工程水文地质情况彻底搞清楚。对，然后在这个里面才能谈后面2个字工程。大湾区的地形原始地形地貌跟我们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实际上大湾区基本上地貌属于丘陵地貌，那地上沟谷的存在实际上是受我们原始地质岩性构造的一个作用残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地质体。这个地质体由于丘陵地貌有高有低，就造成这个水的作用也好，风化的程度也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根据我接触那么多个项目来看呢，它的原始的母岩，就原始的岩性是不同的。我们大湾区的喀斯特地貌，除了月白以外，基本上是潜伏型的喀斯特地貌。由于它地质构造作用呢，覆盖了我们第4纪的沉积物，所以隐形的就给我们造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么一个现状。首先，岩性属于硬质岩，但是由于构造作用、地下水作用，造成它的水的流动和碳酸钙、碳酸盐成分的一个溶解作用，造成了很多的溶洞，而溶洞呢上面呢又有湿质地层的覆盖以后呢，有可能有一些冲填，有的没有冲填。这个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体现在，首先勘察工作很难，也通过勘察工作能够把下面的岩溶土洞的发育情况、岩壁的起伏变化给它摸清楚，本身就难度比较大，给我们后期的工程建设就带来比较大的麻烦。那喀斯特地貌里面还有我们认为的洞，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空洞，它里面是有水在里面的。因为大湾区整体来说，地下水比较丰富，水位比较高，雨季来的这个水量比较大。大部分的这个大湾区的很多区域呢，是发育的就是岩浆岩，这一部分的火成岩或者花岗岩呢，喷发到地表凝固以后呢，受到后期的地质构造作用，造成很多断裂带，或者是隐形的一些断裂，所以造成我们岩性非常破碎。因为我们大湾区处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的地质构造在过去的地质历史过程当中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岩性非常破碎。一破碎以后呢，这个水呢就顺着这个裂隙呢渗下去以后进行风化，那就变成我们残积土或者是全风化花岗岩、强风化花岗岩，在线化过渡为中风化到微风化。有些风化切割的灵体呢，风化的不彻底，周边被磨圆了，中间留下了没有风化彻底的一些石头核心部位，我们称之为孤石。这个孤石的
也是没有规律的，它的大小不太清楚，它的分布状况也不太明白，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工作也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我们的管桩或者工程桩打垂直施工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石头它是个圆的，它也不是全状面坐落在一个固石上面，它坐在一个边缘上，那这个是给我们施工成孔成桩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期作用的情况，它可能还会旋转。第三个呢，刚才这个花岗岩这个风化以后的它的成分呢，主要是长石，主要是以伊砾石、门头石和高岭石3种成分为主。这3种成分呢，受到水的作用以后呢，会产生吸水膨胀、崩解和软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花岗岩残积土，包括它的全风化、浅风化，就像我们波一样的有2种性质。我们的花岗岩残积土实际上具有粘土的性质，也有沙土的性质。所以为什么花岗岩残积土的地层，我们做基坑也好，搞隧道也好，放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实际上就是2个小时，甚至半天之内，就受水的软化作用就崩解，甚至坍塌。所以刚才我介绍了2种主要地层，实际上还有一套地层，就是我们的红层碎屑岩。我们称之为红层，就包括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甚至砂岩、砾岩这一套地层。这套地层大湾区也有比较大的分布面积。这套的地层呢，也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说，它在地层沉积的时候，它是分层沉积的，一层一层自然。今天发大水沉积了一层比较厚一点，明天水小的是沉积一层比较薄一点的。发大水的颗粒就粗一点没有发大水的这个水这个力度就细一点，这个天然的这么一个分层分带。它的力度组成不同，厚度不同，实际上给我们后期它的岩土性质也是有变化的。再加构造运动以后，它场状会倾斜，在后面介绍我们工程事故类型的时候，也是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3套地层抹岩的成分构造，再加我们上面第4纪1万年以来堆积的所谓的淤泥这个沙层或者淤泥混沙山滑地层，这一套地层呢覆盖在上面呢，来给我们的后面的工程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难度。规范来说，我们要做到4控制。首先这个项目的稳定性控制，就是稳定，比如边坡上的工程，不能因为我做工程造成边坡垮塌，也不能因为边坡这个后期荷载作用下扰动作用下出现的一个破坏，对我工程也造成破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度问题。强度说穿了，我们就把它简化为承载力，就是我一个项目做上来要有附加荷载上去，我原来的地质条件它的强度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承载力，对我的后期的构建和附加应力，并且有足够的安全储备。第3个就是我们的变形控制问题。变形控制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不管是我们呢，所有的我想搞我们工程的人都是追求强度和变形这2个基本保证，当然这2个是互相联系的。第4个呢，就是我们构建强度问题。强险最多的是基坑工程和边坡工程。那基坑工程，首先我这个原来一个3维的地质体，我现在要挖了一个空间下去，一部分土要卸掉，造成不平衡，水土压力不平衡。所以说我首先要实现力的平衡，就要搞一个支护结构。这个实际上基本要求是力的平衡，就是外面的水土压力要通过我的支护结构，还要有一个构件。这个构件很简单，不是里面撑就是外面拉，或者说地质条件相对好，基坑比较浅，一个悬背，利用它的抗弯能力来抵抗外面的水土压力。这个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说你通过什么强度和变形控制满足我周边环境的一个限制条件。所以说我们的基坑要满足双安全。首先基坑开挖施工过程当中到基坑回填这一段时间范围内，基坑要安全，不能因为基坑出问题，把我里面的或者甚至人机械设备都出现状况。这是第一个基坑。第二个周边环境安全。真正基坑垮塌的事故还不算太多，大部分是由于基坑开挖以后，首先降了地下水，地下水降了以后呢，引起我周边的土体的固结变形，造成外面的道路管线甚至房子出现下沉偏斜。因为大湾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原来刚开始比如2000年之前，我们的相对来说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还有一定的间距。那我们现在呢，建筑越来越密了，
是吧？越来越密了，周边环境也是越来越严格了。我在这块搞一块地，搞一个建筑，搞个地下室，可能旁边就有地铁隧道，或者就有我们的房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基坑垮塌的这个强险的事故有，但是总体来说不多，主要还是由于水的控制没有控制好，造成周边环境的下沉。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变形，基坑的大变形必然预示着外面要有一定的土体位移来填充这个变形造成的空间，那意味着外面就要下沉。隧道主要的出现的问题是在我们矿上法隧道，矿上法隧道给我们感觉呢是在比较好的岩层当中才有利于搞矿上法隧道。但是由于这个一个隧道可能长度上千米，甚至1-2公里，对不对？甚至几公里长，整个的沿线的地质条件是变化的。往往我们从好的地层，从相对完整的中微分化地层出发，突然遇到了或者渐变的遇到了一些比较差的地层，由中分化变成了强分化甚至是变成了全分化。这时候呢，人们的根据前面的施工的惯性或者经验，认为这个地层是不错的，前面没有遇到什么不利状况，附加的基础措施没补充上去。这时候呢，实际上有一种马匹的一个作用，反而在我分析的我们几个隧道出事，都是有好的地层、完整的岩层进入到相对不利的构造裂隙发育的，或者水呢，构造一发育必然有地下水。那这个地下水呢，这一块呢，我们省地技术规范实际上也有比较明确的说法，就是说对于一个相对平的一个场地来说我们要求地下水位就取地面，因为这个大湾区的水头在一场暴雨来或者这个雨季来以后，它的水头就是上升的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基本上我们经过这个20年的经验来看，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另外呢，就是即使平地上我们有些这个地下室呢没有上部结构的情况，或者是上部结构施工过程当中没有达到我们上部结构荷载能够和浮力相平衡的情况下，也出现状况。我们处理了几个项目，它有上面的这个绿化覆土层没有来得及回填，它基坑先回填了，结果呢覆土没有上得去，那一阵雨来，整个地下是浮起来，即使底下有抗拔桩，也整体拔起来的当然我们现在对地下水的控制呢，一个是强行的，那就是说增加自重，增加上部的荷载，或者底下搭锚杆，或者是抗拔桩，是吧？另外一种呢，控制水头主要浮力是水位引起的，我把水位降到一定的深度控制到一定的深度，让它呢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浮力，这也是一种思路。所以对这个水头呢控制有多种方法，但是要明白这个浮力是怎么产生的，要按照最不利的状态平地上要取到地面的水头，如果坡地上，我的建议说，基本上要以50米的进深为一个单元，在50米范围内，如果这个高低差超过2米了，我觉得呢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我听下来呢，主要是2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大湾区特有的特别困难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特别是它的变化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的地质调查，我们按照规范呢，每隔100米到50米也不足以能够揭示其中所有的问题。那么这就是说呢，带来了一些风险。但是我们也看到，特别像广州地区，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个人的感觉如果在这个地区再做一些工程的话，似乎周边的那些已经做过的工程，它当初的调查的一些数据，如果能够像我们想建立一个大数据，让新建的这个项目能够借鉴一下，我个人认为会不光是能够节省费用，而且还能够呢更好的了解这个你要做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地质情况。在大数据的建立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有的，实际上我们大湾区，就拿我们广州来说，非常重视已有地质资料、地质背景的这个调查和资料的累积。广州市国土局规划局专门有单位，比如我们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院，他就负责这个收集我们这个已有的地质资料。他们收集了多少万个钻孔了，但是呢，
我发现这个跟他们交流也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目前的勘察资料分布不均匀，因为我们有些是开发区，有的是非开发区。第二个呢，勘察的单位性质不同，他们对地层的划分不统一。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已有的资料的收集呢，也是不同的部门来的，有的地方可能还相对有一些隔离和保密。这个房建的要备案，道路又是另外一个部门去分管，我们地铁还有一个部门分管，我们边坡也有一些部门分管。这个部门之间的资料的融合这个收集目前呢还没有完全那么顺畅。当然呢，我们还是按照国家规范，按照工程要求，每一个项目也是要做勘察，甚至我们的一些变化比较剧烈的地方，勘察状况还要加密。但是即使这样，对于我们岩溶发育区的破碎带溶洞、土洞还不能够保证把它不见得能100%还不能摸出来因为我们新建的地铁隧道可能要下穿已有的隧道深埋虽然可能深埋以后地质条件有所改善，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深埋的地下水构造的影响也会它的水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为几次大的事故，我觉得都是与矿上法相对有关系，相比之下，就是风险大，风险大。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有个趋势，似乎偏向于盾构法更多一点了，人们的认识在提升，对吧？另外矿上法呢，还是不仅是自身安全，也是对周边环境影响比较大。因为什么呢？矿上法必须要降水，而降水呢，它的降落漏斗，如果深埋的话，降落漏斗会半径影响很大。我们曾经处理一些我们这个大的项目，地下隧道，就造成我们甚至影响半径以隧道为中心两边2-3公里就2-3千米的范围内，受这个整体隧道水位下降引起的变形。非常感谢你，就是能够那么几十年的经验也能够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尽可能能够讲的高台，我认为条理也很清楚，应该说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听众都会受益匪浅我们这个节目嘛，是您接受我的采访，我谢谢您。可是今天情况特别，好像我们这个节目是在我们2个人的频道上都能够播出来，所以我们到底我是主人还是客人，我自己也没搞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把我们的这个岩土工程的一些好的一些做法能够给同行介绍。对，重要的是我们是交流。我们现在的地铁隧道的勘察，包括初勘、详勘和施工勘察。我们的施工勘察在我们的岩溶区，你知道已经钻孔加密到什么程度？已经加密到2米到3米的间距了，已经非常密了。